接下来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财经这个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这是来自于华为哦。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会来讨论的，就是因为华为这次真的又砸了重金10亿，推出了这个叫天宫计划，并且正式的宣告 AI 代理时代开打了。那 AI 代理跟过去的传统 AI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这个功能，或者是有什么代表性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代表说中国要全面替代美国技术了吗？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晶片，现在预估呢会4连发。接下来节目我们会看到4款的晶片哦，包括了这个超节点的算力。都能够反压辉达吗？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这一次，这个同样也是最新的消息，黄仁勋决定了1000亿来砸在 OpenAI 上面，美国 AI 最后能够甩开中国，遥遥领先吗？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华为的最新动态，是在他们在全联接大会2025上面，他们宣布了 Harmony OS 5终端设备已经突破了1700万台，也就是在此刻，华为决定要推出它的天宫计划了。这一回投资金额是人民币10亿元，推动鸿蒙生态会从过去我们看到传统的 AI 走向 AI 代理。刚刚讲了嘛 ，AI 代理有什么样的特色？它可以自主的理解、规划，甚至执行任务、学习、调整，不会只是单纯的回应指令而已了。这个计划跟传统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功能升级跟背后的战略，尚志哥怎么看？首先，我们听到很多，不管是华为啦，包括整个美国硅谷的、矽谷的所谓的最新科技的时候，其实我从资本圈的专业角度，首先都会看它的资本有没有钱，市场怎么样，然后经营团队有没有人才来评估。但是让这些年不只看这些哦，现在要看的部分是第一的，它的供应链，这个技术在整个供应链里头站在哪里，有没有优势？其次，最核心的或最终极的，就看有没有生态圈。像我们提到华为现在做通它的整个天宫，要做华为自己本身的所谓 AI agent 的生态圈，我讲这很重要哈。我们过去讲鸿蒙系统，它简单来讲就是鸿蒙的生态圈，而且是 AI 的生态圈。过去听说鸿蒙生态圈是 APP 的生态圈，现在为什么叫 AI 生态圈？我让这里头首先大家 AI agent 可能不熟悉，我简单讲 AI agent 从2个角度，第一个从 user 的角度，使用者，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用 AI 的 APP 了，我现在都在专挑 AI agent 的 APP，因为我要做的任何东西，比如帮我找文章、收集资料、帮我画图，以前我要找3个 APP， 我现在只要找个助理，他直接帮我找 APP 就可以了。所以简单讲 ，AI 华为现在后面建立的 AI 生态圈也是一样，因为华为现在它的生态流就有超过1300多个很强而有力、经常被使用的 APP，跟他们这些开发的功能。可是你说要使用者去寻找，无论从 PC 或者从手机上很困难。所以华为如果建立这个技术生态圈去统筹，帮使用者去整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是华为的一个统整的一个功能，直接告诉你什么功能可以用，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二方面，它也直接可以跟这些帮他开发的这些死忠的 APP。绑得更紧，包括分红、利润这些也可以很清晰哈。我想这大家应该有点理解。当然，华为这次具体的宣布其实还是个很宏伟的。他宣布他未来这个生态圈要有1万个服务，就1万个很厉害的服务的功能，要有1000个意图框架。什么意思呢？就1000个直接你就看得懂的东西，你即使是小白也都可以用，以及包括刚刚讲，他说要提供算力，让15000个他自己华为的人去供应。长时间15000人是帮这个生态圈去服务这些 APP， 也服务我们这些使用者。话虽如此，但我自己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不是这个，因为这都可以先前推论。而是现在华为除了它的叫升腾950，也宣布960、970的更厉害的晶片之外，大家也知道它投资新凯莱，包括做光刻机，这些都是真的。但我这次比较惊吓的是，华为竟然也投资做 HBM。HBM 其实它是高频宽记忆体，就是说你开发的晶片要放在这个 HBM 上，888，它才可以快速的沟通。因为单单只有晶片，它只是算，晶片跟之间需要沟通啊，所以这是 HBM。HBM 的技术过去是由韩国在主导以及超微，不是辉达的哦。所以在这个系统里头，华为过去 HBM 都仰赖韩国，最近美国也在追杀，所以我在这一次才发现到，哇，华为竟然也投资要做 HBM。等于是全产业华为全部都在进行、在推动了，成不成功不知道，因为它毕竟是追赶者。
但至少这样的雄心，而且华为没有上市哈，它所有做的这些推动都机密，不用对外宣布，所以还是值得关注的。对，所以华为这一次的2大策略，第一个就是建这个 AI 生态圈 AI Agent， 第二个刚刚提到就是要推出的4款晶片。刚上志哥帮我们特别提到其中一款就是升腾950 PR， 现在预计是在明年的第1季就会正式的问世了。那刚刚提到的高频宽记忆体也就会使用华为自己研发的。不过现在眼前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包括它受到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还是不能去台积电来做投片。所以他们现在决定呢，这个原本的单颗算力，华为还是比不上辉达，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些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包括它要靠它的超节点的策略，也就是拼凑多颗的晶片组成一个新的效果，在未来可以保持最强的算力。他们预估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之下，主要能力就可以超越了辉达。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是华为一直在找的一个解决，它现在就是说在制造芯片上没有办法这个运用所谓的这个极紫外光机做7奈米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芯片的一个限制。那虽然华为也在尽量努力在这个光刻机上自力更生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在没有办法找到像这个极紫外光机的取代品之强，它有很多途径。对，像比如说，它是中芯帮它这个试用这个深紫外光机，就生产出来了7奈米甚至5奈米的晶片我记得这个华为曾经提过，他们就靠着什么堆叠的技术，还有一个是重复曝光的技术这些事实上都可以。那你堆叠的技术，你把几片晶片用封测的方式你不必一片晶片，而是几片晶片加在一起，把它的能效提升嘛。那除了这些所谓超节点的突破以外其实华为在 AI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跟美国的它的竞争对手在竞争的时候它除了用硬体上面来硬碰硬之外，比如说那个超节点就是硬体的硬碰硬嘛。是，我晶片是。因为照所谓的我们这个天宫系统事实上它有3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算力的这个底座，算力底座就是需要什么？就是需要晶片，是你就是需要升腾910C，甚至是更高，这个是硬碰硬的，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呢，所谓的天宫系统它要靠什么？模型平台，你要有算力底座，然后模型平台，比如模型平台，比如 DeepSeek 就是一个模型平台。那最近华为又推出一个新的，所谓就是说晶片跟这个什么也就是说逻辑晶片跟储存晶片之间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你在你的 AI 的晶片，比如说升腾它是属于逻辑晶片，那你要在这个所谓的记忆晶片，也就是 HBM 超宽频的这个记忆晶片里面，中间在这个高速的往返。把这些记忆的这些资讯在这个逻辑晶片里面相辅相成，然后做出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个取用 HBM 的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过去像这个NVIDIA 它的那个中间是有很多重复跟浪费的地方，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新的 manager， 那它是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你的 AI 晶片在取用 HBM 里面的资讯的时候，它可以怎么样？不需要那么大的储存量，它可以更精准的找到它所需要的资讯，就是说你储存的精细，这是它另外一个另辟一个途径。所以现在华为的 HBM 被美国也断了嘛，现在它不准这个海力士跟这个三星卖给华为这些 HBM， 那大陆就这个华为用这种方式，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达到目的有很多种方式。那这些也是中国大陆在模型平台方面做的功夫，所以呢，这些科学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路，有好多条路。所以华为事实上除了硬碰硬的晶片制造设计外，那其他在这个模型平台上面它也在找出路。所以呢，最后大家就看你做出来的结果是如何。那华为这个天宫还有所谓的行业运用这一块，它要把 AI 的应用尽快推动到所有的千家万户里面去。所以就整个来讲，华为是齐头并进，各种新的方法它都在一起在做。那这个可能比像 NVIDIA 这个公司只做晶片，可是它在大模型上面它事实上它一定要人家用它的大算力而不能够用小算力。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哈，可能 NVIDIA 没办法突破，可是华为做得到。好，谢谢大使。那我们刚刚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它现在的进程。那我们现在也来看到，因为最新消息哦，这个同样也是来自于辉达，因为它也最新宣布了，它接下来同样为了拼 AI，所以它投资了$1000亿哦，帮这个 OpenAI 来打造它的下一代超级数据中心，用电量现在根据统计会高达10 gigawatts， 配备数百万颗 GPU 来支持它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开发。那这个就能够帮助美国 AI 甩开中国吗？干哥怎么看？$1000亿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哎，黄仁勋怎么这个大手笔要干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其实就说我今天啊一定要能够保有我在 GPU 啊仍是 AI 的核心，就是我 OpenAI 是我的主要客户，对我投资它的话，以后在 AI 的供应链上面，我一直可以保持领先的地位，而且$1000亿也是长期投资啦，也不是说一次就拿出$1000亿出来。可是$1000亿真的是非常庞大，华尔街真的被他吓一跳。他说$1000亿，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 Nike 大家知道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它的市值就是$1000亿，050亿，也可以换算成整个缅因州的市值啊。缅因州的 GDP 就是$1000亿年 GDP。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那黄仁勋是不是在冒大险？其实不是，因为为什么？他不是已经投资了$50亿到英特尔吗？然后买了英特尔的4%的股权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他在这一关，川普已经可以同意他了。其实黄仁勋心里还是心心念念在想大陆这个市场怎么办？这才是重点呐，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你现在他不是有一个 RTX Pro 6000D 的这个晶片，他说现在大陆不要，为什么？因为大陆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升我们华为，刚大使讲的技术，对，华为自己晶片的技术。那老实讲一句，如果说你认为华为现在晶片还做不到的话，它总有一天做得到。我讲句实在话，大陆的总有一天不会太远，明年就是总有一天了。所以其实大陆的进步有时候是华尔街他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这种事情。那现在阿里巴巴跟那个华为，他们就暂停买辉达的晶片了，它加速在自制当中。所以你认为，黄仁勋那$1000亿的投资到底划不划算？有观察家认为说，你恐怕会成为 OpenAI 最后一个金主，因为 OpenAI 再这样无限制扩张下去的话，会很惨。好，孝伟哥又怎么看？其实当然说，像现在来讲哈，那黄仁勋他愿意投资$1000亿，那这个规模非常大。因为不管怎么说啊，以这种 AI 产业或者说是晶片产业来说，你要开发新晶片，然后开发速度更快、运算能力更强，然后甚至于效能更高的晶片，你就必须要花钱，然后去那个买机器，然后呢，或者说从现有这个制程上再去精进，从这些现有制程精进、以及这个投资所获得的这样的成果，相对来说哈，的确会让那个黄仁勋他在整个这个晶圆产业里面啊，他特别是它的这个晶圆设定是在这种所谓 AI 那个晶片，也就是说能够让它的晶片做 AI 运算跟提供这个那个功能。那这个时候它本身的这个如何能够让它的晶片未来在耗电量或者说效能上更为提高，这些钱花下去就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你说好，在未来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说现在中国大陆、美国现在基本上来说对中国大陆完全抱持了这样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坚壁清野式的这样一个这个晶片的这样一个主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对于美国来讲，如果说今天像那个黄仁勋能够持续这样投资下去，是不是有可能未来能够挡住华为？我个人认为，那只是时间的这个差距而已。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这个产能更大，它未来的能够投入的这个资金更多的话，有一天超车也不会是这个不可能的事。好，谢谢孝伟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